今天白雪公主翻拍的烂，铁定不是女主角的问题。瑞秋·真格勒她的歌声可以说是这部片最大的亮点了。影片中有大量爆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正峰。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白雪公主》。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从前有一个王国，国王与皇后在暴风雪来临时生下了唯一的孩子，并将其取名为白雪。然而皇后不幸因病过世，在国王与白雪心碎之际，一名神秘女子出现，国王被她吸引并娶她为妻。在新皇后的谏言下，国王前往南方王国阻止战争，却再也没有回来。坏皇后掌控了王国，让男人们都成为了士兵，并将白雪从公主贬为女仆。就这样过去了漫长的时间，连人民都忘记了白雪与曾经幸福的时光。某日，打扫皇宫的白雪遇见了偷窃食物的小偷，从他口中得知了现在的人民苦不堪言。他尝试与坏皇后沟通，却被拒绝。此时，那名小偷被抓到，白雪虽然替他说情，却反而让小偷被吊在寒冬的城门上吹风。白雪偷偷放走小偷，并察觉到王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但他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同时，皇后一如既往的询问魔镜自己是否仍是最美丽的人，然而魔镜却一反往常，暗示了白雪才是最美丽的女孩。心生嫉妒的皇后派猎人将其杀害，但不能下手的猎人趁机放跑白雪，并要她逃离王国。从魔镜得知白雪还活着的皇后，将猎人关进地牢，派出军队追捕白雪。此时，白雪在森林中迷了路，她在动物的指引下来到了一栋小木屋，得知小屋是7个矮人的家后，隔天白雪在与矮人的谈话中得知了森林内有一群以前国王之名行窃的义贼。白雪在森林中找到了他们，而他们的老大正是被白雪救过一命的小偷强纳森。然而才见面不久，军队就赶到，在白雪的机智下，他们成功逃跑，但强纳森为了保护白雪而中箭。心急的白雪将强纳森带给矮人们医治，虽然不熟悉如何治疗人类，但在矮人的努力下，强纳森成功被救活。众人一起为此庆祝，但开心之余，他们又听见了军队的号角声。强纳森决定带着义贼们引开军队，并答应白雪一定会再回来。然而他却不幸的被抓到了。皇后为了斩除后患，决定亲自出手。她化身为老人，利用强纳森的情报博取信任，引诱白雪吃下毒苹果，使其陷入沉睡。但矮人们赶回来时已经来不及了。此时被关押的强纳森在猎人的帮助下逃离了地牢。当他回到森林时，矮人们已经在为白雪举办葬礼。强纳森难过的吻了一下白雪，没想到因此解除了苹果的诅咒，救回白雪。经过此事后，白雪意识到坏皇后已经失去人性，她需要把国家抢回来，让王国回到她应有的模样。她回到城镇，让人民回想起曾经幸福的时光，反抗皇后。失去了军队，甚至被魔镜嘲讽的坏皇后一气之下砸碎了魔镜，没想到被魔镜给反噬，吸入镜中消失。白雪顺利夺回王国，让人民再次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虽然这部片事前的争议很多，但我们会尽量用最公平公正的角度去聊聊这部片的心得。虽然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地方都听过这个故事了，但为了今天的主题，我势必得再讲一次。白雪公主这部动画对于华特迪士尼来讲，可以说是奠定了他们一切基础的最重要的那一部片。当年华特迪士尼排除万难做出了白雪公主这部动画，当时它不被任何人看好，很多人都在嘲讽它，动画长片根本没有人要看，根本不会有人为了看动画片而花钱上电影院。在他的努力下，他成功的证明了动画长片的确有其市场，并且开创了美国动画的黄金时代，也让迪士尼一夕之间为众人所知。白雪公主这部片甚至还被称之为影史最伟大的电影之一。这么重要的一部片，你很难想象他们会自己把这部片的翻拍给搞砸。关于搞砸翻拍这部分，事前大家想必都知道了，由于演员不是很明确的白人，所以很多人对于白雪公主的选角是有意见的。但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可以很认真的告诉大家，今天白雪公主翻拍的烂，铁定不是女主角的问题，她的问题是这之中最不重要的那一个。甚至严格来讲，我可以说瑞秋·真格勒她的歌声可以说是这部片最大的亮点了。开头的 Waiting on the Wish 可以说是这部片里面最好听的一首歌了，但除此之外，这部片似乎就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优点了。关于歌，我意见还蛮大的，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旧版动画的所有歌曲，不论好坏。当然，我必须得说，这可能多少有点回忆加成的效果。但我觉得在翻拍的过程中，尊重原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迪士尼翻拍了这么多经典的动画，一直以来，我认为他们都遵照着一个原则，要么就把当初的所有歌曲都重新诠释过一遍，要么那部电影就不会有这些歌。比如说真人电影《灰姑娘》，其实在正片里面是没有出现任何旧版
《仙女奇缘》的经典歌曲的，但他们选择在片尾的时候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不会用过多的歌曲去影响在真人版的表现，但最后他们依然把这些歌唱出来了，让比较怀念过去那些美好回忆的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感受。但是这一部片它很怪，它在改编歌曲上保留了最知名的 Hi Ho 跟 We So Why You Walk， 就这样，其他所有的歌曲都被砍掉了，尤其是那些原版白雪公主相对清纯可爱的歌。虽然我能理解，因为旧版跟新版的白雪个性相差太大了，也许那些歌的确不是很适合现在的白雪公主去唱，但换一个方式去诠释，我觉得都好过这样子完全的砍掉，或者是你干脆也不要保留另外2首歌，你就重新编一个属于现在的小矮人的歌算了。像这样子只留下一部分，又把剩下的砍掉，多少会让我有一种所以以前的白雪公主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主流价值了，所以就要把他们砍掉了是吗？而且除此之外，另外加进来的歌，说真的也没有几首是好听的。比方说跟强纳森的那首 Princess Problem， 虽然他用那首歌间接的嘲讽了旧版的白雪公主，我们先不论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毕竟要说以前的白雪公主完全没问题吗？这也的确有待商议。但是我也不会因此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它又很俏皮可爱吗？好像也没有。其中我觉得最糟的就是坏皇后所演唱的 All Is Fair。先不论这首歌的歌词如何，那个画面真的是让我不忍卒睹啊！原版的白雪公主里面，坏皇后再怎么坏，她看起来依旧是个皇后，她的心思邪恶，但是她的举止还是很端庄高雅的。但是在唱这首歌时的坏皇后扭腰摆臀的动作，让我觉得我仿佛看到了真人版的伊斯玛。那你一定更没想到剧中很厉害啊，可以把坏皇后演得像伊斯玛一样。我不会说这完全是盖尔加朵的问题，有可能是舞蹈编排的锅，但这方面我真的觉得还蛮失望的。因为这样讲不是很好听，但白雪公主已经很明显的跟旧版相差太多了，所以要把现在这个白雪公主当成一个全新的角色，对我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但相对来讲，盖尔加朵的坏皇后跟旧版的形象相对一致，所以反而会因为她的行为举止跟旧版有所差距而感受到很强烈的违和感。在音乐这个部分真的是一言难尽啊。然后关于这整部片的改编嘛，真的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他们既要让这部片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并且圆满它身为童话的不足之处，于是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但他们又想要维持住它动画的感觉，然后又很天真的还要把这2个东西加在一起，结果就成就了一个既不适合给小孩子看，也不能够给大人看的四不像剧情。我很赞赏他把以前童话里面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修改掉了，比方说我们最常吐槽的白马王子，这一次终于不是一个刚好经过的帅哥，然后一见钟情的就吻了尸体，这件事情被我们大家嘲笑了多久，但在真人版里面他很好的把这件事情给圆了回来。我认为只要改编的合理而且好看，那适当的变化我都能接受。但是啊，他们在试着圆回以前童话本身的漏洞时，却又想要维持住那种童话的感觉，结果就变成了皇后没有得到任何的设定补强，她维持了童话那样子扁平的设定，扁平到甚至会让人觉得她有点蠢。你都已经看到魔咒里面有写着解方是真爱之吻，然后你也知道强纳森对白雪来讲已经重要到可以把自己的项链交给他了，那你怎么会选择继续用这个咒语？又或者是为什么你不把强纳森干掉，留着他一命，对你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有的过年吗？猎人也留下来了。然后前面白雪突然醒悟到坏皇后的统治对整个国家不利，她需要把国家给夺回来，这边我是能接受的，毕竟比起直白的说她与白马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个起码合理了整个故事。但是你要这样子写，你就应该把整个故事写得够完整啊！怎么会结局白雪一回到镇上，整个小镇的人就突然每一个都仿佛为公主抱了几百年的不平，然后就跟着她一起去对抗坏皇后了？我怎么记得前面才刚讲过，因为坏皇后统治太久了，人民都已经忘记白雪的存在了。是啊，编剧你怎么就忘记自己写的东西了呢？而且当白雪带着人民去跟皇后对峙的时候，他就只讲了一句：“你杀死了我爸爸。”说话证据呢？证明啊！群众们一声惊呼，皇后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什么都没有回他。不是啊，挣扎一下啊，你不要看起来这么蠢好吗？连柯南的凶手
都比你会挣扎啊。像这样子，一下子要写实，一下子又要童话，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就会让整个故事看起来很智障。而这还只是故事方面的问题。当这个问题扩大到画面的时候，那更糟糕了。明明这是一部真人翻拍片，但他们选择在矮人跟动物的CG上面走了卡通拟真风。动物我觉得还勉强能接受，就是眼睛稍微画大了一点，但反正总体是可爱的，那就算了。那个矮人到底是那个 CGI 矮人真的让我看得很不舒服。当矮人跟其他的人类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去形容那个画面带来的不适感，尤其是糊涂蛋。我明明记得在动画的时候，他就是傻傻的很可爱，但是一变成拟真 CG， 我都觉得不行，我整个人鸡皮疙瘩都压起来了。没有，我觉得不止糊涂蛋，每一个矮人看起来都很让人压起来了。然后这7个小矮人，不论是在原作，又或者是在迪士尼改编的动画里面，他们都占了蛮重要的一个位置。但到了这部真人版，为了配合强纳森，硬是又生出了另外7个义贼，让他们跟强纳森一起组成了一个义贼的团体。其实我印象这7个义贼好像才是当初传说中的7矮人来着。我先不论这个7个义贼原本是不是要当做小矮人，那因为风向才勉强改成义贼，但2组人马加在一起，扣掉强纳森整整13个角色，要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认识这些矮人的话，谁会记得起来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存在？实际上那剩下的义贼你就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跟存在了，顶多就是那一个拿十字弓的侏儒，你还记得他？哎呀，刚好也是矮人啊。就像你讲的，我真的很怀疑，当他们流出那一张片场照之后，因为风向实在太腻了，才选择加进去7个小矮人。那这样子配角真的是变得太多了，戏份完全被瓜分掉，每个人根本分不到几秒钟，甚至在最后最关键的白雪带着人民反抗皇后的地方，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的用途啊，只有拿着十字弓的那个义贼有表演了一下。那还是因为皇后那个时候恼羞，直接拿刀攻击白雪，所以他才有表现的机会。我都不知道，如果那个当下皇后是沉下心来，打算回头再把白雪处理掉的话，那个义贼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完全不知道这些人偷偷的从下水道钻进皇宫是为了什么。那7个矮人就只是为了钻进皇宫摆 pose 而已，他们在整件事情里面毫无任何的贡献。其实讲到最后结尾的话，我觉得问题最大的应该还是白雪公主在这一整起事件里面的计划太智障，她完全没有计划可言，她就是想着走进去，然后跟坏皇后讲说，你杀了我爸，你给我下台，然后就可能等着坏皇后会好好的说，好，不好意思，那我现在下台，这个王国还给你啦。她是这样想的吗？要是皇后比较聪明一点，又或者是拿到小刀的那个士兵再坏心一点，那这个故事还演个什么鬼啊？我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当下想要怎么搞。他好像就真的是完全没有想法，突然发现说，皇后没有要把王国还给我，怎么办啊？我被装了怎么办？我跟你是认识的，你应该会帮我吧？继我们有名人的相信我之术，这边我们又有了白雪的你还记得当初快乐之术。就像这个样子，不论是在剧情还是在画面上，他们既想要让这部片符合大人的审美观跟价值观，又想要维持住动画的风格，还要把这些东西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但很明显他们完全做不到啊。我也不想这样讲，但是如果你喜欢当年的那一部白雪公主，这一部片看起来就会像是一坨灾难。其实我觉得就算没有看过当年的白雪公主，这部片还是很多灾难啦。整体来讲的话，关于这部电影，你很难想象事前争议最多的主演瑞秋，她的歌声是这部片少数的亮点。盖尔加朵饰演的坏皇后，既平面又毫无特色，也没有任何可以让她发挥演技的地方，最终你只能用平庸来形容。而白马王子的存在完全被删去了，改成由义贼老大强纳森来负责与白雪的感情线，这的确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的合理，也少了过往白马王子的争议。但总共7名的义贼加上7个小矮人，配角的数量很明显的超出负荷，加上使用大量 CGI 的关系，原本动画中俏皮逗趣的矮人们变得有些引人不适，除了感情线以外的故事更是变得漏洞百出。本来只是童话的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无视那些问题，当真人版自以为是的想要合理化这些问题时，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纰漏，尤其是结局让人觉得根本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大家可以再斟酌一下值不值得为了听歌进场吧。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